李飞，我问你，结婚5年，你陪我进过几次厨房？男人进厨房像什么话？做饭洗碗本来就是女人的事儿，是你当儿媳妇的本分。你一个女人家，离了这个家能去哪儿？李飞，你刚刚这句话我记住了。记什么记？我说错了？你把我关在厨房里，还要我谢谢你给了我一口饭吃。你今天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我懒得跟你说。婉婉，菜好了没？我们都饿扁了。马上还有2个菜。快点儿，我血糖低，饿着要出事的。你嫁进来5年，连个上菜筷子都拎不清。婉婉，你去炒，碗我来，别让你爸又念叨。妈，您歇会儿，一屋子人就咱俩赚。媳妇儿，给我泡杯茶，顺便把我那件外套挂一下。我这正掂着锅呢。哎呦，一点小事都推。我妈当年伺候一大家子，一句怨言都没有。你多学学。就是，现在的年轻媳妇儿金贵，我们那会儿的媳妇儿进了门就是半个佣人。爸，您这话，弟妹别急眼啊，长辈说2句怎么了？我妈刷碗刷了30年，也没见她甩过脸子。菜齐了，趁热吃。咸了，你这手艺5年了还没长进。就是我妈炒的才叫菜。他爸，少说2句吧，孩子累一上午了。我教育儿媳妇，你插什么嘴？你们有谁进过一次厨房吗？原来这个家厨房是有门槛的，只有我和妈配站在里面。哟，一顿饭的功夫，倒学会阴阳怪气了。大姐，您从坐下到现在，除了喊菜好了没，动过一根手指头吗？我这不是长辈吗？对，你们都是长辈，都是主人，就我和妈是这屋里的2个下人。你这是什么话？给你脸了是吧？是吧？爸，我不是要脸，我是想要一句辛苦了。可这3个字，我等了5年，一次都没等到。你闹哪出啊？当着我爸的面甩围盆给谁看呢？李飞，我问你，结婚5年，你陪我进过几次厨房？男人进厨房像什么话？做饭洗碗本来就是女人的事儿，是你当儿媳妇的本分。本分？那你爸挑3拣4，你大姐指手画脚，也是我的本分要受着。哎呦，老人嘛，说2句怎么了？你就是心眼小。我妈伺候这个家几10年，人家怎么不喊累？你有没有想过，妈不是不累，是累到不敢喊了。行行，你委屈，可这日子不还得过？你一个女人家，离了这个家能去哪儿？李飞，你刚刚这句话我记住了。记什么记？我说错了？你把我关在厨房里，还要我谢谢你给了我一口饭吃。你今天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我懒得跟你说。婉婉，妈对不住你，这个家委屈你了。妈，您别这么说，该说对不起的不是您。我年轻时候也跟你一样，不服过，闹过，可闹到最后发现没人站我这边，就认命了。妈，那您认命了这么多年，快乐过吗？快乐，我都快忘了那是什么滋味了。爸妈那退休金1个月不少呢，她一个老太太攥着那么多美元干嘛？你妈那点养老钱是她自己的。什么自己的？那是咱家的钱。我最近手头紧，店里要盘个新铺面，先从妈那儿挪一沓周转回转，不过分吧？这一沓就好几千，妈藏得还挺深。你妈要是问起来，问什么问？她敢跟我计较？我可是她亲闺女。倒是那个林婉，天天在厨房转，别让她惦记上妈的钱。大姐，3更半夜在数谁的钱呢？你怎么在这儿偷听长辈说话？什么毛病？这是妈的养老钱吧？她省吃俭用攒的。这是我们李家的家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管。外人在厨房干活的时候我儿媳，现在护着妈的钱我就成外人了？你少假惺惺，你不就是也盯上妈那点钱了？好一个盯上。大姐，妈养你这么大，
你张口就要挪他的养老钱，还倒打一耙。芳芳，你要动妈的钱？妈，您怎么起来了？我就是看看盒子锁好没有。这盒子锁了30年，今晚是谁打开的？大姐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铺面周转，先挪一沓，还说别让我惦记上您的钱。你多嘴的！够了，芳芳，你要真缺钱跟妈开口，妈还能不心疼你？可你半夜撬妈的盒子，你把妈当什么了？妈，我不就是先借用一下吗？等铺面赚了钱，加倍还您。您养我一场，这点忙都不帮。这些钱是我做了30年家务，你爸一分分钱没给过。是我偷偷卖菜攒鸡蛋，给人做衣裳，一块一块攒下来的。行了行了，又忆苦思甜，给不给？给个痛快个话。芳芳，3年前你借妈的钱开店，到现在1分没还，这回又要挪，你把妈当什么了？取款机吗？秀兰，芳芳也是一时周转，你别为难孩子。李国铎，我为难孩子，这个家谁为我考虑过？粥又熬稀了，你这脑子记不住事儿。我要喝稠的。爸，那您想喝稠的，自己往锅里添把米，顺手的事儿。你什么态度？让我一个长辈进厨房，你这儿妇是怎么当的？婉婉，你跟爸犟什么？熬个粥都熬不好，还有理了？我从早忙到晚，做饭、洗碗、带朵朵，一个人干5个人的活儿。你们躺着嗑瓜子打牌，还嫌粥稀？这是你的本分。本分？我嫁的是李飞，不是嫁进来当免费保姆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嫌这个家累着你了？对，累着我了。而且我发现，换不来一句谢谢，只换来没完没了的挑剔。反了反了，李飞，你就这么由着他？你给我道歉，当着爸的面道歉。李飞，5年了，我为这个家掏心掏肺，你从没为我说他们一句话。今天你还是站在他们那边。这顿粥你们自己盛，我不干了。你耍什么脾气？爸还在这儿呢。李飞，我不是耍脾气，我是终于想清楚了，一个把我的付出当成本分，把我的委屈当成矫情的家，我凭什么还陪着笑脸伺候？好啊，反了！你就眼睁睁看着你媳妇儿这么跟我说话，你快跟爸道歉！道歉？这5年该说对不起的从来不是我。这个火怎么开？怎么点不着？米放多少，水放多少，你妈平时怎么弄的？菜呢？菜在哪儿？怎么还得自己洗？哎呦，这活是人干的吗？大姐，这活我干了5年，天天干。凑合吃吧。爸，这没法吃啊！自己做的自己吃，妈今天也歇一天。秀兰，你……我伺候这个家30年，婉婉伺候5年，今天让你们尝尝这活的滋味。妈妈，爷爷做的蛋好苦，朵朵不吃。朵朵乖，妈妈给你煮碗面。妈，您吃这个。你看看，一顿饭花这么多美元，家里有人不做饭，就得这么糟蹋钱。爸，这钱是李飞付的，不是花您的。我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这个家能有今天，全靠我当年在单位打拼。你们享的是我的福。就是，爸当年可是单位骨干，风光着呢。风光的是你。那30年，家里老小锅碗瓢盆是谁在管？你那是应该的。应该的。李国哲，你算过没有？我这30年家务，要是请个保姆，得花多少钱？妈，您跟爸算这个干嘛？菲儿，妈算这个是想让你看清楚，你媳妇儿现在受的就是妈当年受的。吃个饭都不消停，我一把年纪还要听你们数落？我没数落你，我只是30年了，第一次想把话说明白。妈，您今天不一样了。婉婉，是你让我明白，忍辈子不叫美德，
叫认命。可我不想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活成了什么样。妈，那从今天起，咱们一起慢慢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不好？好，可妈都这把年纪了，还来得及吗？妈，只要人还在，就来得及。您看您这双手，能做出一桌好菜，当年也能开动整台纺织机，他们从来都有本事，只是被这个家绑住了。是啊，这双手除了刷碗做饭，原来还能干别的。芳芳，听说你妈手里攥着一大笔养老钱，美元存着的。别提了，上回我想借点周转，被那个林婉搅黄了。你傻呀，你妈那钱早晚是你和你弟的，你得趁早下手，别让儿媳妇给算计走了。你说的对，我得想个法子。要不你劝你妈把钱交给你保管，就说怕她年纪大了乱花被人骗。我妈现在精着呢，不好糊弄。那就从你弟下手，李飞是儿子，你俩联手，你妈的钱不就妙啊！这几天林婉闹脾气，李飞正窝火呢，我去撺掇撺掇。当着爸的面甩脸子，像什么样子？可不是嘛，我头都大了。你说妈那笔养老钱现在攥她自己手里，万一哪天林婉跟你闹离婚，撺掇妈把钱给她，你可就吃亏了。不至于吧？怎么不至于？防人之心不可无。要我说，趁早让妈把钱交出来，咱姐弟俩保管才安全。妈老了，想着这笔养老钱得找个稳妥人保管，你们说交给谁好？妈，交给我啊！我是您亲闺女，肯定向着您。这钱放我这儿，保管的妥妥的。姐，凭什么给你？我是儿子，养老送终还得靠我呢。妈，给我保管吧。你一个大男人，管什么钱？到时候都花你媳妇身上了。你还说我？你上回借的钱到现在没还呢。婉婉，你说这钱交给谁好？妈，这是您的钱，谁都不用交，您自己管着，想怎么花怎么花。你们俩争着要替妈保管，只有婉婉让妈自己做主。妈，他那是假好心。芳芳，你和你弟争得面红耳赤，眼里只有钱。婉婉不争不抢，眼里有我这个人。这盒钱妈今天试出来了，谁把我当妈，谁把我当取款机。妈，您这是被外人挑拨了，我可是您身上掉下来的肉。身上掉下来的肉，惦记的是妈的养老钱，护的是妈这个人。芳芳，你说妈这心里是暖还是寒？妈，我也是怕您被骗。菲儿，你嘴上说怕妈被骗，眼睛却盯着盒子。你们俩谁问过妈一句，这钱是妈怎么一分一分攒下来的？妈，盒子还给您，您想怎么花是您的自由，谁都无权替您做主。敏敏，我快撑不下去了。我早说过，那个家配不上你。李飞到底什么态度？他永远站在他爸他姐那边。今天他姐撺掇他，想把妈的养老钱弄到手，他还真动了心思。林婉，我以律师的身份跟你说句实话说，一个不尊重你付出的家，你留得越久，亏得越多。可我放不下妈，这些年家里就她真心待我。那就先保护好你婆婆的钱。你说的对，给她办个只有本人能动的账户，任何人都取不走，这是法律给她的保护。我明白，可我自己呢？你也该给自己留条路，工作别丢，经济别断，孩子的抚养证据留好，不是让你现在就走，是让你有随时能走的底气。敏敏，你说一个女人把最好的5年给了一个家，到头来还得防着他们，是不是不可悲？不悲，清醒的活着永远不晚。婉婉，你已经开始醒了。都听见了，婉婉，妈不拖累你，哪天你想走，妈支持你。妈，那您呢？妈这半辈子是为别人活的，剩下的日子，妈想为自己活一回。妈，你偷偷来银行干嘛？你又撺掇我妈？大姐，是妈自己要来的，
给自己的钱办个安全的账户，天经地义。妈，咱回家，这钱放家里，我给你看着。办什么卡？芳芳，松手，这是妈的决定。您是要办本人凭密码和身份证持取的账户吗？这样最安全，别人代取不了。对，就办这个，谁来都不好使，只认我本人。妈，你这是防谁呢？防你亲闺女？芳芳，妈不是防你，妈是想活到这把钱数，手里的钱能自己做主一回。好啊，翅膀硬了，有了儿媳妇撑腰，连妈都不认亲闺女了。这闺女盯着老娘养老钱的吧？还是那个儿媳妇明事理，帮老人办安全账户？妈这心里踏实多了。妈，这钱是您半辈子的底气，谁也拿不走。妈，你把钱锁在卡里，以后我弟结婚添孙子，你看病住院不都得用钱？你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看病的钱妈自己会留，添孙子的钱该他们小两口自己挣。芳芳，妈的钱只做一件事，让妈的晚年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你翅膀硬了是吧？背着我去银行搞什么名堂？我把自己的钱存进自己的账户，怎么就成搞名堂了？这个家的钱就得我说了算，几十年都是我做主。几十年你做主？那你告诉我，这几十年你为这个家做过一顿饭吗？洗过一次碗吗？我在外面赚钱。对，你赚钱是给了这个家，可我操持家务30年，连一分自己的钱都不能有。妈，你别忘了，你养老还得靠我们。你现在把钱攥这么死，以后病了老了，看谁管你？大姐，妈还没老到糊涂，你就急着拿养老威胁她？林婉，这是我们家的事，你要么闭嘴，要么就滚出这个家。爸，滚是要滚的，但不是被您赶走，是我自己想清楚了。妈，您愿意跟我走吗？林婉，去把汤端上来。爸，汤在厨房，您和大姐、李飞谁去端都行。哟，现在使唤不动了，儿媳妇的架子端起来了。婉婉，一家人吃饭，你别较劲。我不是较劲，我只是想问问，这个家的活儿为什么永远只有我和妈干？反了，这个家没规矩了。李国栋，你摔的不是碗，是我们娘俩30年5年的心。你当着孩子的面摔东西，你就是这么当长辈的？朵朵才4岁，你要教她什么？爸，这顿团圆饭，我看是这个家最后一次坐在一起了。婉婉，你别冲动，有话好好说。李飞，好好说。这5年我好好说过多少次，换来的是什么？是你一句儿媳本分，是爸一句你就滚。我那是气话。国栋，气话说了35年就成了真话。今天这地上的碎碗，就是我们这一大家子的样子，早就裂了，只是没人肯承认。婉婉，你今天太冲动了。爸年纪大了，你让着他点能怎样？让，我让了5年了。那你现在要怎样？真要闹到不可开交？李飞，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如实回答。这5年，你有没有一次真心心疼过我累不累？我赚钱养家，不也是为了你和朵朵？赚钱是你的责任，不是你无视我的借口。这个家我付出的一点不比你少。那你到底想我怎样？我想你，哪怕一次站在我这边，可你每次都选你爸、你姐。那是我爸我姐，是长辈，是亲人。那我呢？李飞，我不逼你现在选，但我带朵朵和妈先搬出去住。你要离婚？我要喘口气。至于以后，看你自己能不能想明白。你干嘛？收拾东西？我跟婉婉、朵朵搬出去住。搬出去？你疯了！我们结婚35年了。是啊，35年。李国多，这35年里，你记得我哪一天是笑着的吗？你这不是没病没灾，吃穿不愁？吃穿不愁，心里却像坐了35年的牢。你从没打过我，
可你用挑剔、用冷脸、用应该的3个字把我关了一辈子。那都是过日子，哪家不是这么过的？不，婉婉让我看见了，女人不该是这么过的。我老了，可我还想在剩下的日子里尝尝什么叫被人当人看。妈，你要跟那个外人走，不要我们了，那你的钱？芳芳，到这个时候，你惦记的还是钱？我的养老钱，我自己做主，我要拿它护着真心待我的人，过我自己想过的日子。李国德，不是我狠心，是这个家早就没有我的位置了。这房子是我一个朋友的，租金便宜，先住着，等你们缓过来再慢慢打算。咪咪，谢谢你。这么小的地方，妈，是不是委屈您了？不，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有个地方是能让我喘气的。妈妈，这里没有爷爷凶朵朵了。婉婉，妈跟你说个事儿。妈，您说。我笔养老钱一共攒了几万美元，从今天起，这个小家的开销，妈来出一半。妈，那是您的养老钱，我不能要。我有工作，养得起朵朵。婉婉，这些年你护着我，现在该我护着你了。这钱攥在手里发霉，不如拿来，让我们娘儿几个过几天舒心日子。阿姨，您这才叫真正的养老钱，养的是自己的心气，护的是真心的人。奶奶，这个漂亮姐姐是谁呀？这是奶奶年轻的时候。妈，这是您年轻时候好精神，眼睛里有光。那时候我在镇上的纺织厂做工，是厂里的技术能手，还得过奖，奖了我1打美金，我高兴了好久。那后来呢？后来嫁给了你公公，他说好人家的媳妇不抛头露面，让我把工作辞了，回家相夫教子。您就辞了？辞了。那年我23岁，从那以后，我这双手再没碰过纺织机，只碰锅碗瓢盆，一碰就是35年。妈，您后悔吗？后悔有什么用呢？那个眼里有光的姑娘早就被我弄丢了。可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又找回来一点点。妈，以后这照片就摆这儿，您还是那个眼里有光的姑娘。奶奶，你笑起来好好看，朵朵也要跟奶奶一样笑眯眯的。好，咱们朵朵以后要一直笑眯眯的，长大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别像奶奶，把喜欢的事儿一藏就是一辈子。妈，那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我想重新摸摸缝纫织，我想知道那个会做衣裳的王秀兰是不是真的还在。秀兰，你们啥时候回来？家里乱得很。乱？没人做饭洗碗了吧？那个，我血压又高了，没人给我按时熬药。药怎么熬？盒子上写着，你识字。秀兰，我们老夫老妻的，你至于吗？为了个儿媳妇跟我闹到这份上。不是为了儿媳妇，是为了我自己。我伺候了你35年，你连我爱吃甜还是爱吃甜都不知道。这跟吃咸吃甜有什么关系？有关系。你眼里从来没有我这个人，只有一个给你做饭洗衣的老伴儿。那你说你要怎样才肯回来？我不回来了。你要真觉得对不起我，就好好想想，这35年你到底欠了我什么？想明白了再说。妈，您没事吧？没事儿。婉婉，你知道吗？挂他电话的这一刻，我心里那块压了35年的石头好像松动了。哟，住的还挺舒坦。妈，你倒是会享福，丢下这个家不管。芳芳，你来干什么？妈，我店里实在周转不开了，你就借我1打美元救救急。你是我妈，总不能看我倒闭吧？芳芳
3年前你借的那笔，到现在1分没还，这回妈不能再借了。妈，你现在有钱护着外人，就没钱帮亲闺女？你是不是被林婉灌了迷魂汤？大姐，这话不对。妈的钱怎么花是妈的自由，您综艺亏了，该自己想办法，不是伸手跟老人要。你闭嘴，这是我们母女的事儿。芳芳，你今天要是来看妈，妈欢迎；你要是来逼钱，就请回吧。好，好啊，你们合起伙来对付我。妈，你别后悔，等你老了病了，看谁管你。芳芳，妈宁可花钱请护工，也不想被人惦记着养老钱来孝顺。奶奶，姑姑好凶。多多别怕，奶奶以后谁也不怕了。阿姨，您3年前借给李芳的那笔钱，当时有借条吗？有，当时他写了，还按了手印。那就好办，这张借条法律上完全有效，他欠您的钱，您随时可以要求归还。可她是我闺女，阿姨，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您心软了一辈子，结果呢？他把您的心软当成了理所当然。妈，敏敏说的对，您不是要跟大姐撕破脸，是要让她明白，您的钱不是天上掉的，是有分量的。你说的对，我这辈子就是太怕伤了和气，结果把自己伤了个惯。那我帮你拟一份正式的催款函，不撕破脸，但把态度撂明白，这钱该还了。原来一个人对自己好一点是要学的。我来看看朵朵。朵朵在睡午觉。你们住的还好？挺好，没人挑刺，没人使唤，朵朵每天都笑。我妈呢？妈在陪朵朵。李飞，妈现在气色好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这儿，没人把她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菲儿，你来了。妈，您跟我回家吧，爸他知道错了。菲儿，你爸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呢？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我就是不该由着爸说婉婉。你看你到现在都以为这只是说2句的小事，菲儿，你差得还远。零食我替朵朵收下，你回去吧，好好想想妈的话。婉婉，我是不是真的把你逼得太狠了？丽飞，你现在才问这句话，5年了。我以前觉得男人在外面挣钱，回家就该歇着，做饭洗碗那些，女人顺手就干了。顺手？没有一件是顺手的，是我咬着牙把苦都咽了，才让你觉得顺手。妈，您不是纺织厂的技术能手吗？去试试啊！我都58了，人家能要我吗？这手艺搁了30多年了，手艺在手里，忘不了的。妈，您试一次好不好？就当为年轻时那个眼里有光的姑娘试一次。阿姨，您给我做条最简单的裤子边试试。阿姨，您这手艺专业级别的啊，针脚比年轻人还整齐。35年了，我还以为我这双手只会刷碗了。阿姨，您明天就来上班吧，工资1个月给您结，发美元现钞，您看行吗？秀兰，这袜子谁给我洗呀？爸，你这屋子都馊了，妈可真狠心，说走就走。你妈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好着呢，听说还去社区当什么缝纫师傅了，美滋滋的，哪像你一个人守着空房子。我怎么从来没发现她笑得这么勉强？爸，你别感慨了，我今天来是想说，妈那笔钱
你得帮我要回来点儿。他一个人在外面攥着那么多美元，万一被林婉骗走了怎么办？钱钱钱！你满脑子就是钱！你妈是被钱逼走的吗？她是被我们的心喊走的。爸爸，你不会做饭呀？爸爸在学。妈妈会做饭，奶奶也会。以前在爷爷家都是妈妈和奶奶做，你和爷爷姑姑在打牌。朵朵，都记得？朵朵记得。妈妈在厨房好累，脸上都是汗。朵朵想帮忙，妈妈说朵朵还小。爸爸，你以前都不帮妈妈，妈妈是不是很伤心呀？朵朵，爸爸是不是做得很不好？但是朵朵还是喜欢爸爸。你要是帮妈妈做饭，妈妈就会笑啦。朵朵，谢谢你，爸爸知道错了。婉婉，妈都看在里里了，你别瞒我。妈，没事，我能扛过去。这里是妈所有的养老钱，几万美元是妈攒了半辈子的。妈，这是您的养老钱，您现在有工作，更该给自己留着，我不能忘。你听妈说，这笔钱我攒了一辈子，一直不敢花，以为是保命的。可我现在明白了，钱是死的，人是活的。妈，在这个世上，真心待我，把我当人看的，只有你。妈这笔钱不给算计我的闺女，不给寒了我心的老伴儿，妈要拿它护着你和朵朵。婉婉，你护了我一场，让我在58岁重新活成了人，这笔钱就当是妈报答你的恩。我一定好好的带您和朵朵过好日子。什么？说我骗婆婆的钱？是啊，你大姑姐到处说的，说的有鼻子有眼，领导那都听说了。你来干嘛？想打人啊？大姐，我来给您一个机会，当着妈的面儿把您散播的谣言说清楚。我说什么了？说你把我妈的养老钱骗走了。芳芳，是妈自己把钱交给婉婉的，是妈求她收下的。妈，你别被她骗了。我没被骗，骗我的人是你。3年前借我的钱不还，现在还要造谣重伤真心待我的人。芳芳，你摸着良心说，这些年你哪一次找妈不是为了钱？原来是自己闺女惦记养养老钱，还倒打一耙，这做闺女的太不像话了。你们别替他们瞎说。大姐，您刚才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如果谣言再传，我就把这段录音还有妈那张只有本人能取的银行流水一起交给我公司领导，也交给街坊邻居评评理。怎么样，做饭累不累？累，切菜切到手，炒菜怕糊，还得盯着汤别溢出来。我这才做一顿，腰都酸了。这一顿，我做了1800多顿。婉婉，对不起，我以前真是瞎了眼。你在厨房困了5年，我却坐在客厅打游戏，还说那是你的本分。今天我才明白，做饭、洗碗、带孩子，哪一样是轻松的？我凭什么觉得这些就该你一个人扛？菲儿，你能说出这话，妈就没白疼你。婉婉，尝尝，难吃你就说，我再学。味道还行，心意我收下了。婉婉，我还想跟你说件事儿。以前每次我妈做饭，我爸就夸还是你妈做的香，可从来没人夸过你。今天我才懂，你比谁做的都好，只是没人肯说一句。从今往后，你做的每一顿饭，我都会说声辛苦。我做的每一顿，你也不用客气，难吃就骂，咱们谁也别把谁的付出当空气。爸爸做的菜，朵朵也要说辛苦。
秀兰，我这辈子没给你写过信，这是头一回，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你走后，这个家就散了，我才知道原来一日三餐一屋干净都是你一双手撑起来的。我从前只当是应该的，今天想想，我欠你35年。我脾气坏，爱挑剔，把你的好都当成了理所当然。婉婉那孩子，我也对不住，她受的委屈和你当年一样，是我这个当公公的没护好。秀兰，你能回来吗？我学着做饭了，虽然还是糊。我把家也打扫了，我想重新对你好。妈，您怎么想？婉婉，他这封信我等了35年，那您可是婉婉有些心凉透了，就再也捂不热了。他现在说的每句好话我信，可我这颗心回不去了。朵朵乖，妈妈在，不怕。妈难受。喂，婉婉，这么早，出什么事了？朵朵半夜发高烧，我一个人送她来医院了，现在退烧了，你不用来，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你在哪个医院？我马上来。婉婉，你等我。婉婉，对不起，我来晚了。朵朵怎么样了？退烧了，医生说是颈腱桃体炎，没大碍。这5年，朵朵每次生病，是不是都是你一个人这样扛过来的？是，你要么在睡，要么说孩子哭是正常的。我一个人熬夜喂药跑医院，熬过一个又一个天亮。我怎么就那么瞎？我一直觉得，我下班回家就够累了，带孩子是你的事儿，我从没想过你比我累10倍。那天你摔了围盆走出厨房，我还觉得你无理取闹，现在我才懂，那不是无理取闹，那是忍无可忍。李飞，你现在懂了，可我不知道是不是太晚了。婉婉，不晚，给我一次机会，不是求你回来，是让我证明我能做一个真正分担的丈夫，一个称职爸爸。婉婉，你看我裂了，早餐我来做，朵朵上学我来送，家务我们轮着来，你也该有自己的时间。说的好听，能坚持几天？爸爸好厉害，会做早餐啦！嘿，你爸我进步神速。李飞，你现在做的这些，我做了5年。我知道，所以我更该做。婉婉，以前是我欠你的，现在我要一点点还。婉婉，一个男人肯为你系上围裙，弯下腰，比说100句我爱你都实在。妈，我不急着原谅他，但我愿意看他能走多远。各位，今天起，王秀兰阿姨就是咱们手工坊的首席缝纫师傅，她的手艺没愣说。我叫王秀兰，35年前，我是纺织厂的技术能手，后来我把这门手艺藏了35年，我以为我这辈子就只能围着灶台转了。是我的儿媳婉婉把我从那个厨房里拉了出来，她告诉我，女人到了任何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始。今天我58岁，靠自己的手艺挣到了钱，这钱不多，可它是我这辈子最有分量的一笔。奶奶最棒！妈，原来您年轻时候
这么厉害。喂，老同学，借我点钱周转。喂，妈，我店要倒了，你就当可怜可怜我，借我最后一次好不好？芳芳，妈问你，你店里最难的时候，想到的是自己想办法，还是想到妈的养老钱？妈不是不心疼你，可妈心疼你不是替你还债，是想让你学会靠自己站起来。你有钱给外人，凭什么不救亲闺女？大姐，妈已经帮您还过一次债了，这次该您自己面对了。您把算计人的心思用在做生意上，店也不至于倒。芳芳，你3年前借的这笔钱，妈不逼你现在还，但从今往后你得学着自己扛。妈的养老钱1分都不会再给你。你们就看着我倒闭？芳芳，妈可以帮你，但不是给你钱。你要是肯放下身段，妈的手工坊正缺个记账看店的人，1个月按天结工资，你愿意来，妈手把手带你。你让我去打工？大姐，靠自己挣的每一分钱都比伸手要来的踏实，这不是丢人，这是重新站起来。秀兰，我家里都收拾好了，我保证以后我做饭，我洗碗。国栋，你还记得我们刚结婚那年，你答应过我什么吗？你说不让我受一点委屈，可这35年我受的委屈堆起来比山还高，你从没看过。我年轻时候要面子，老了又倔，把你都糟蹋了。你能认错，我很欣慰，真的。可国栋，认错和回头是2回事。你是还在生我的气？我不生气了，我只想明白了一件事，我的后半辈子想为自己活。我现在有手艺，有朋友，有婉婉和朵朵，我很快乐。这种快乐是我35年都没有过的。那我们这几10年的夫妻情分，我记着。你是朵朵的爷爷，是菲儿的爸，这份亲情断不了。但夫妻，国栋，我的心是在那35年里一点一点凉透的。他回不去了。2位商量好了，不是断绝往来，而是各自安好。逢年过节，为了孩子们，还是一家人。我明白，秀兰，是我配不上你这些年的付出，你能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国栋，谢谢你，最后能明白这些，也谢你给了我菲儿这个儿子。拿着，血压高，少吃盐。秀兰，对不起，我欠了你35年。妈，您难受吗？有一点，毕竟35年，可更多的是轻松。婉婉，原来放下真的会让人变轻。朵朵的午饭别忘了，她不吃青椒。下午3点要喝奶，晚上7点前必须洗澡。放心，我都记下来了，你就安心上班。爸爸，朵朵要画画。朵朵，让爸爸歇5分钟。菲儿，这才1天，你媳妇儿这样的日子过了5年，还得同时上班。妈，我服了，我真的服了。带1天孩子比我上1个月班还累，婉婉太不容易了。饿了吧？我今天算是明白了，以后带娃做家务，我跟你一起扛，这不是帮你，是我本来就该做的。只有亲身扛过，才懂得那份辛劳的重量。婉婉，对不起，是我回来晚了。我好累，我真的好累。我知道，以前每一次你这样，都是一个人熬过来的，对不对？是我瞎了眼，是我混蛋。婉婉，你哭出来，以后不用再一个人扛了，天塌下来有我，你累了我顶上。我去把朵朵哄睡，你什么都别按，好好歇着。婉婉，这个家不该只压在你一个人肩上。
菲儿，你妈是真不回来了。爸，妈不回来是对的。你这孩子怎么帮外人说话？爸妈不是外人，是您的老伴儿，是我妈。这么多年，咱们爷儿俩谁真正把她当过一个人？她的累，她的委屈，咱们看见过吗？爸，我以前跟您一样，觉得女人做饭、洗碗、带孩子是天经地义，觉得挑剔2句是理所当然。直到婉婉走了，妈走了，我一个人带了1天孩子，累到崩溃，我才明白我们爷儿俩错的有多离谱。是啊，是我把你也教坏了，我这个当爹的给你做了30年的坏榜样。爸，咱们都别再错下去了。婉婉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生息。您呢，就算妈不回来了，您也该学着自己好好生活，别再等着别人伺候。那老陈可老盯着你看呢，人家退休金拿着美元养老，人品也好，对你有意思。瞎说什么呢？都这把年纪了，怎么就这把年纪了？你现在气色多好，比刚来的时候年轻10岁。人这辈子啥时候追求点自己的幸福都不晚。妈，老陈叔人挺好的，你要是愿意处处朋友也没什么不好啊。婉婉，我现在不着急，我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至于以后，随缘吧。妈，您说的对，幸福不是非得靠一个男人，您现在这样就特别好。你们家孩子把我家孩子推倒了，怎么教育的？这位家长，您先别急，孩子的事儿我们先问清楚经过，该道歉道歉，该处理处理，但麻烦您说话客气点儿。今天爸爸好帅，像超人一样保护朵朵。那当然，爸爸以后天天保护你和妈妈。李飞，谢谢你，以前这种事都是我一个人扛。婉婉，以后不会了，你我是夫妻，是队友，遇到事儿咱们并肩战，不能让你一个人在前面挡。妈，我来看看你。进来吧。妈，你气色真好，是我以前太混账了。芳芳，你能想明白，妈就欣慰了。我现在在超市做收银，累是累，可我第一次觉得钱是自己挣的，踏实。妈，我以前老惦记你的养老钱，是我猪油蒙了心，那是你的养命钱，我不该。芳芳，这笔账妈不要了，妈要的是你能靠自己站起来，好好做人。妈，对不起。大姐，起来吧，一家人能回头就好。美帝，以前我造你的谣，给你使绊子，对不起，是我不识好人心。你们尝尝，做的不好别嫌弃。爷爷好吃，爷爷会做饭啦。秀兰，你尝尝我这手艺。有进步，盐少放点更好。秀兰，我做这顿饭累得腰酸背痛，我才知道你给我做了35年的饭得有多累。我对不起你。爸，您能站进厨房，我替妈替婉婉谢谢您。要是您早20年懂这个道理，该多好。妈，李飞，我升职了。妈妈最棒！婉婉，恭喜你！我就知道我媳妇儿最厉害。婉婉，你看，女人一旦有了自己的事业，腰杆子就硬了。妈，这一份给您，补贴您的养老钱，这一份存起来给朵朵，剩下的是咱们这个小家的。妈有工资不用你的，你自己攒着。现在我有能力了，该我反哺您了。这个家咱们互相扶持。婉婉，以前你被困在厨房里，那些才华都被埋没了。现在你走出来，才发现你这么优秀，是我差点耽误了你。李飞，过去的就过去了，重要的是现在我们都在往好的方向走。
婉婉，这半年多，我知道，道歉1万句，不如踏踏实实做一件事儿。我不敢说我做的多好，但我真的在变。我想请你和朵朵搬回来，不是搬回老李家，是我在城里租了套大点的房子，咱们一家3口重新开始。我保证，家务我们一起做，朵朵我们一起带，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扛。李飞，我想过很多次，这半年你的改变我都看在眼里。那你……我愿意再试试，但我要说清楚，我不是回去当谁的免费保姆，我是回去和你做平等的夫妻，做并肩的队友。这个前提永远不能变。我懂，我发誓，绝不会再让你回到从前那种日子。还有，妈的意愿要尊重，她愿意跟我们住就住，愿意自己过就自己过，谁都不能勉强她。那当然，妈想怎么样都由她，她值得。婉婉、菲儿，谢谢你们的孝心，可妈想自己住。妈，您一个人住，我们不放心。菲儿，妈现在有工作，有姐妹，生活充实得很。妈想有个自己的空间，想干嘛就干嘛，自由自在。妈，我懂您，您忙了一辈子，是该为自己活。您想自己住，我们支持，但我们就住得近点，天天能见面。好，妈就在你们楼下租个小间。你看，这是妈自己挣的，妈现在不用靠任何人，能养活自己，这种感觉真好。您现在比我们年轻人还活得通透。人啊，什么时候明白为自己活，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妈就是想告诉朵朵，女孩子长大了要有本事，有底气，永远不能把自己活丢了。秀兰，这么大的屋子，就我一个人。爸，您别老闷在家里，妈都去上老年大学了，您也找点事儿做。菲儿，我这辈子就会摆架子挑毛病，现在老了才发现，我除了你妈啥也没有。可你妈的心我伤透了。爸妈现在过得很好，您要真为她好，就别再打扰她。您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对她最后的成全。一粥一饭原来这么金贵，我怎么就糟蹋了35年？就是啊。婉婉，尝尝我的糖醋排骨，这可是我跟妈偷学的。咦，还真有模有样。李飞，你现在这厨艺能出师了。爸爸做饭，妈妈笑啦。你们看，一个厨房能困住一个人，也能装下一家人的欢香笑语，区别就在于是一个人扛，还是一起分担。妈，以前在老李家，厨房是我的牢笼，现在在这儿，厨房是我们一家人的乐园。同样是做饭，心情天差地别。因为以前是你一个人被困着，现在是我们一起在生活。婉婉，谢谢你，没有放弃这个家，也没有。家的温度从来不在饭菜里，而在愿意一起下厨的心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妈，祝您生日快乐！这一年是您重新绽放的一年，您教会了我，也教会了朵朵，女人任何时候都要活出自己的光彩。妈，以前儿子不懂事，让您受了一辈子委屈，今天儿子敬您，愿您往后余生只为自己快乐。妈，女儿以前混账，这杯女儿给您赔罪，也谢谢您没有放弃我。是从走出那个厨房开始，我才真正为自己活。谢谢你们让我知道，我的后半生值得被这样对待。婉婉，如果是你，妈可能到死都活在那个牢笼里。是你给了妈第2次人生。这是我的家，这是妈妈，这是爸爸，这是奶奶。朵朵，你画的爸爸妈在干嘛呀？爸爸和妈妈一起做饭。以前爸爸不做饭，妈妈一个人好累，脸上都是汗，不笑。现在爸爸帮妈妈，妈妈就笑啦。
奶奶以前也不开心，奶奶会做好漂亮的衣服，可是以前不让做，现在奶奶自己上班，天天笑。那朵朵长大了想做什么呀？我要像妈妈一样有本事，要像奶奶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我还要找一个会帮我一起做饭的爸爸那样的人。婉婉，你听见了吗？咱没白努力，朵朵懂了什么是好的家。是啊，我们受过的苦，朵朵这一代不会再受了，这就是我们坚持的意义。真正的家风是让下一代懂得爱与尊重，并把它传下去。秀兰，我这菜摘的行吗？行，挺好。以前咱们一大家子，就我妈和弟妹在厨房累死累活，咱们躺着嗑瓜子儿。现在想想，真是造孽。大姐，过去的都过去了，现在这样一起动手，不是挺好吗？我提议，敬这一年，敬婉婉是她的勇敢点醒了我们所有人，也敬妈是她的坚强给我们上了最重要的一课。曾经我以为忍耐和付出就能换来一个家的圆满，后来我才懂，一个家最好的模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委曲求全，而是每个人都懂得共情，愿意分担。没有无休止的道德绑架，没有理所当然的牺牲。你系上围裙的那一刻，你弯下腰的那一刻，你说我来的那一刻，爱才真正落了地。